志忠，今天国际上还有一件大家非常关注的事情，就是这个人。来，导播，我们看这个人，这个人是环保少女，她叫做童贝里。她之前说什么？她说我要把100公斤的这个所谓的面粉相关的物资，我要送到加沙去。那时候还说牺牲性命我都没有关系，结果现在被人家形容她翻车了吗？对，没错。好，我们先给人家这个童贝里。童贝里是谁呢？事实上，她就被称为叫做环保少女。那环保少女来说的话，她在2019年甚至还一度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哦。哇，她真的是声名大噪。那年纪轻轻的就在就是为对抗所谓的气候变迁这件事情。但她最近呢，为什么？因为她最近就说，我为了要这个所谓解开这个所谓的加沙的人道危机，她就说了，我准备了这个派人的要援助，我有一个马德林号要从欧洲出发，然后要突破以色列的封锁，要进入这个加沙这个地区，超级危险的。对，然后当然了，他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动嘛。那沿途来说，他们都有拍。那拍了这个状况之后，就没想到呢，被以色列拦下来。以色列，你看，就是以色列他们船只登上的时候呢，就把他们这样。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就说他们被这个在国际水域受到攻击。这个自由船队联盟说这样子哈。那因为有4艘的这个直升机在包围船只，然后还喷洒类似白色油漆的这个物质，然后通讯已经被干扰，还有无线电插入令人不安的这个音乐。所以，志忠，你看到那个画面，对，当时他们浩浩荡荡哦，说的跟什么样？到了这个所谓的以色列的海域的时候，现在每个人双手都举起来，不要，你们不要杀我，不要这样。变了。这个童贝里他还说，他还在这个被抓的时候，他说，如果你在看这段影片的时候，代表我们已经在被以色列水域我们在国际水域被以色列这个占领部队或者说其支持的拦截者绑架，所以他还留一个后路。那这样子，但是你看到画面，第一时间以色列人是递给他水，甚至呢，你看到童贝里这个地方，人家直接拿面包给他，然后这个笑容现在也在国际上面引发回响，笑这么开心。对，没错。好，那为什么会被人家嘲笑？因为你看，在一开始要这个去的时候呢，这个童贝里还有接受访问。那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们这个可能会有很多风险啊。他说过去我们有类似船队遭到攻击、发生伤亡的这个状况，所以他说什么，我们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啊。讲成这样，对，所以他们事实上就从意大利西西里岛出发嘛，要前往这个以色列嘛，绕过这个地中海，然后到以色列嘛，然后这是他们所搭乘的这个马德林号嘛。好，但是好，我们就讲嘛。为什么以色列官方会说你是这个自拍的这个游艇呢？因为第一个，你看，这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童贝里。童贝里的确，你看他准备要这个突破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封锁的时候，你看他们那边拍照片，对，还很开心，然后还在那边喝饮料，这样一个状况，还有人在那边游泳，这样，还在游泳，对，是要去送物资的吗？然后就这样，然后所以你看他们整个船，整个很多画面来说话，就让人家觉得说，你整艘船就是很像是玩乐的一个状况。所以为什么后来被他嘲笑说你是摆拍，你是作秀？所以为什么会翻车？那你们带的东西又那么的少，而且证明什么？以色列就跟你说，你可以不用来，你可以把物资直接给我们，我们帮你送进去，你不用这样摆拍。所以说到底来说的话，这一次的童贝里的行动，或是这个马德莲号的行动，会被人认为说是摆拍，而且你要作秀的意味比较大，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以色列的说法是说，你看他们根本就是在摆拍嘛。为什么在摆拍？那以色列的这个外交部就直接讲啊，这一艘由名人搭载的这个自拍游艇，他用自拍游艇4个字来形容这一艘船，然后正前往以色列的岸边。那所有乘客预计将被遣返原居住国哈。然后以色列外交部有提到说，这个船上未被名人消耗的那些援助物资，然后会经过官方认可的管道送到加沙。他说，名人所携带的援助物资相当的少，只有100公斤。原本一开始大家不知道多少，他说100公斤。他说还不如我们过去2周呢，这个经由这个加沙人道基金会运送到加沙的1200辆卡车所提供的援助量。等一下，所以他说仅100公斤，而且前面还说什么未被名人消耗，对，所以你带物资去的过程当中，对，你已经在消耗物资了。对，没错。然后以色列的这个外交部还说了，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在援助物资来送入这个加沙地区，但是这些方法并不包括在 Instagram 上面自拍，这么酸，所以等于是酸。他们说你们就是在 Instagram 自拍。玉凤，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这个环保少女童贝里，真的是好险。不然他在这战火当中被炸到，真的人没有办法回来了。而在我们台湾有个非常幸运的少女，应该说这个幸运的女孩，
他从柬埔寨的诈骗园区被救回来了。过去几天，大家都很为一个人担心，为谁呢？为阿公。阿公他的孙女呢，原本读大学的夜间部，结果呢，怎么人就不见了？不见之后呢，原来跑到了园区去了。跑到园区之后，赶快跟阿公讲说，叫阿公救他。阿公你知道吗？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到处筹钱啊。最后汇款出去之后呢，钱还被骗，被黑吃黑。然后呢，阿公就跟媒体哭诉，哇，我的孙女很乖，然后呢，被骗去园区了，被诈骗园区。骗去诈骗园区，然后呢人救不回来，对，然后大家就开始想办法去救，终于这个画面我们其实蛮动容的。这个女孩子被救了回来，然后被救回来之后呢，阿公还深夜在门口等待，然后双方就是抱在一起，大家就觉得说哇，这些诈骗集团真的是太可恶了。但是整个过程简单来讲疑点重重啊，因为他在脆上面滑，他想要打工赚钱，然后呢帮家里帮阿公，可是呢真彩只有3.2万，然后上面还写说。能够赚钱，有要赚大钱的来找我，然后待遇好，然后他就出去了。3.2万大真财能赚钱，你3.2万这怎么赚钱？好，那重点来了，她先跟她的闺蜜飞去哪里呢？飞去香港。那飞去香港之后呢？当地的人又跟当地的那个街头的人又跟他讲说，我们香港的分公司呢已经没有这个缺额了。对，那金边的分公司还有缺额，你要不要去？然后他就去了，然后呢，大家就回来就问他说：“怎么可能啊？你怎么会这个时候选择去柬埔寨呢？”他告诉大家，他说：“因为我不知道金边是在柬埔寨，所以呢，他就去了。”他说：“你去那边做什么？”他说：“写程式。”然后呢，你念什么科系？念餐饮科，会写程式？你会写程式吗？他说不会，但有人教。好，那重点来了，你知道吗？他告诉大家说呢，他去那个地方被关押了2-3个月。第一，有领到薪水；第二，他一篇文章都没有发。他只是什么？他有2个字哦，你要看他的原文哦。我假意配合，我很难相信一个18、19岁的女孩子接受记者访问会用假意2个字。所以呢，他告诉大家的是说呢，我有假装要配合他们去写东西，然后呢，但我都没有一篇都没有 po 文，然后就回来了。很多网友就说，他跟我们之前看到被救回来有些人被救回来已经整个都是精神恍恍惚惚了，可是这2个女孩子救回来之后，你不觉得她感觉上就是去个超商买个东西回来吗？非常的镇定，非常的冷静，甚至她回来的说法也不一样哦。她是说，你知道吗？你看很快就被救回来了，然后呢，园区是主动还手机，然后派车载他们去机场。可是呢，里长又说，他是安排住宿，所以这2个事情都不得通。就已经都不通了。你说他的说辞当中是有不太对劲的地方，对，就已经不太一样了。然后呢，重点是说诈团只要求每个人6.8万元。过去来讲，我们不是知道说一个人去的成本是1万美金吗？对，那你怎么可能低于你的1万美金，然后就把人给救回来？然后呢，他的工作有没有12个小时？有。他说他的工作从早上11点开始到凌晨的24:00。可是你想想看，你11个小时，那你从11点到24:00，你一篇文章都没有，然后过2-3个月，你都没有被他们的 KPI 要求吗？因为你看过去的猪仔是怎么回事？过去猪仔要被送出去之前，这个是在台湾，以前这个关押在一起，多么惨啊！大家都是挤在这种小小坪的地方，甚至有人连这个面罩。这布都直接把眼睛全部都遮了起来，每天都过着这一种生活。所以以前的猪仔是这样，就是把你挤压在一个小小的空间，然后呢，最后把你洗到最后你真的受不了，然后就送出国。送出国之后呢，其实才是痛苦的，你知道吗？你做什么都要钱，然后呢，你知道吗？我介绍一个工作获利，以前至少要20万、30万才有办法把你骗出国嘛。那刚才女学生讲说3.2万，你3.2万就要出国去。再来的话。过去来讲的话，你知道吗？他们是非常可怕的哦。你一送过去之后呢，就让你再去园区，再去园区之后呢，他也不怕你知道你在哪个园区，反正呢，你就是回不来。反正你的护照、手机、行踪，对，通通都在我的掌握当中。然后呢，你第一天就要上工，你不可能不上工的。你第一天的话，你看从中午的12点到隔天，你这样啪，晚间12点到中午的12点，你就是不停的要发讯息、发赖，你要一直去聊，因为这个高工时的诈骗，你才有办法赚到钱，你才有办法达到 KPI。你才有办法帮诈骗集团骗钱嘛？我觉得不太相信说，如果这次诈骗，怎么可能让你2-3个月一篇文章都不发？对，那你不是无效警力吗？好，然后最后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你没有绩效，
那你说你要假医配合，其实很难假医配合，为什么？因为你今天没有绩效，你就赶紧拱啊。到了晚上之后呢，拿电击棒拿把打，然后打你的情况是打得非常的严重。所以呢，今天这个女学生回来，这2个女学生回来，然后阿公也安心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后面到底是怎么样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警方应该继续查下去。对，因为我们希望的是说，以后不要再有人被骗。可是呢，台湾的诈骗多到我们看现在来讲，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案例。过去的话，你看到的诈骗车手都是什么？都是8+9，很年轻啊，17岁、16岁、18岁，然后呢，穿个西装，打个领带，根本也撑不起来。然后呢，假装自己是什么书记官啊、检察事务官啊，然后去收钱。可是现在没有，现在来说的话，你去看到提款序去领钱的，哦，这个是什么？阿嬷呀，阿嬷车手出来了。现在车手已经变成阿嬷级的车手了。阿嬷级的车手，那警方就说：“哎，你那尾赛的时候，哦，个呛赌哦。”他就说：“你这个怎么样？我又没有怎样，你是不是要害人啊什么的？”其实这些人他是被害人，也是加害人。这些阿嬷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你知道吗？他们现在被感情诈骗哦。其实这个也不特别，就是有一个军医，然后呢，他在中东遇到了战事，然后呢，他心里非常的空虚，然后跟阿嬷变成朋友之后呢，想要娶阿嬷。然后呢，就说你先去帮我拿钱，去哪里拿钱，然后阿嬷就心动了，对，就心动了。阿嬷还帮他跑腿，然后呢，跑腿之后呢，告诉你说，等到这些钱汇到我这里来之后呢，我就可以到台湾来娶你。所以呢，阿嬷从被害人后来就变成车手，然后呢就变成加害人。所以呢，你看现在来讲，有很多的阿嬷，甚至呢，花莲玉里也有一个阿嬷你知道吗？她去领钱，然后被张到之后呢，警方就是说啊，你这样子不行哦，哇，阿嬷很凶哦，她说我又没有在干嘛，我只是在点钱而已哦，你这样子一直讲说诈骗。你现在是在陷害我吗？所以呢，这些阿嬷对法律的素养不是很明白的情况之下，就变成说被诈骗集团利用的一个棋子。然后最后有一个阿嬷，其实她是最可怜的一个阿嬷啊，她就是没有生活费。然后呢，有人就透过 LINE 上面有都是捞偏门的讯息啊，拉偏门的群组，然后呢告诉你说，你帮我跑腿跑腿一趟呢可以收多少钱？应该收点2000块。他就为了这个生活费，然后他就去跑腿。可是呢，他一开始也觉得说，这个会不会怪怪？你无法连接到，他无法看到整个 picture， 他不太确定说我到底算不算诈骗，他就觉得怪怪。可是呢，诈骗集团跟他讲说，你不用担心啦，这些人都是欠我们钱的，我会给你一些文件，然后呢一些债权，你有这些债权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抓，你就可以去弄，不会被警察抓。他跑了几次都没问题，后来呢，最后一次终于被抓了，被抓之后呢，你知道他被判刑几个月？8个月，他为了2000块，而且这个人真的就是为了生活。后来他到检察官那边去，他也讲说，我就认罪啊，我也觉得怪怪的，可是我是为了生活。最后判8个月，代表什么意思？代表阿嬷要进去关。所以现在来讲，这个诈骗再讲一次，台湾最后只会剩2种人，一种是做诈骗的，一种是被诈骗。很多人被诈骗，然后很多这些人被诈骗之后呢，变成做诈骗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台湾诈骗的困局。宇轩，我们刚刚提到了，现在台湾除了诈骗非常多之外，还有什么交通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个画面，这画面是什么？我想说，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求婚的现场嘛，有没有 ？Marry me， 旁边还有女友，结果殊不知什么？这是一个抓毒的现场。对，赵和本来第一时间这个女友想说，哇，我的男友对我太好了，惊喜做这么大，你知道为什么吗？本来就是下了车之后呢，跟他讲说要跟他求婚，那警方呢当然马上现场跑过来查他嘛，因为就觉得这男的神色异常，就没想到呢就发生在他的中岛地方，确实有相关的吸食的工具，所以立刻呢就把他压制在现场，把他上铐。那这时候呢，女友还打开后车厢，想说看一看是不是后车厢里面藏有毒品，就砰一个变成是 Marry me， 他以为是求婚，对，那女友高兴极了，反正就说哎呀，你不要捉弄我了啦，怎么会这么调皮呀？结果他发现越看越不对，因为她男友没有起来。你理论上讲求婚，你应该是被压了一半之后，哈哈，没有了，开玩笑。然后他是整个趴在地上，对，然后一直在抽干条。他想说不对啊，这个东西好了，不要再演了，演太大了，就没想到是真的，这就真的有毒品。对，原本要把真的是警察，他本来以为那个警察是他伙同找来的好朋友来扮演的嘛，结果呢演了这一出之后呢，哇，搞砸了。本来呢是喜事，结果呢变成是我们讲的丧事。为什么？因为发现说人就这样直接给带走了。但你想想看，这个情况多恶质，就是说他一边要求婚的时候，他还一边在毒驾。对，那你想想看，对于警察来说，这抓不胜抓，因为这些人根本把它当做日常生活的习惯了。不是台湾的驾驶怎么都变成这样子？我开车原本要去求婚还被警方查到说你旁边一个车子旁边就放一个毒品，莫名其妙。对，我们一般开车旁边是放饮料，然后就他放的是毒品，好不好？而且
且不只是这样子哦，警方呢取缔他违规，结果他突然跟警察一直在呛说安娜啦哦，我不知道警察是不是听错，想说哦你掐电我安哦。啊！你掐电我安娜啊！我来敲姐哦，然后就呛，然后警察就很当然说还真的有毒品，就把他一敲了之后呢，发现哇，真的车内的噼噼啪啪的一大堆毒品。那各位，我给你一个数字，在今年呢，去年毒驾已经1991件，我跟你保证，今年绝对是我们讲的在增加，因为它已经较前年呢倍增了6倍。那今年光是前3个月哦，各位撒够为鸟已经1189件。等一下，去年1991，今年前3个月就1189了。对，所以你想想看，它如果说我们讲的等比成长的话，搞不好今年有5000件甚至6000件以上的毒驾，那你全部分布在全台湾，等于说一天可能就20件。那吓死人！全台湾也才我们讲21个县市而已，等于说每个县市如果说按照平均分布的话，每天都会有毒驾。等一下就毒驾，一下酒驾，那么行人地狱又来了。对，那更可怕，你知道是什么吗？更可怕的是啊，三峡这样的事情啊，竟然有翻版。而它发生的地点呢，就在台南。那一样是一个我们讲高龄76岁，不过这一次是一个妇人。那突然间开始自小客车呢，你会看到他开在马路上，突然间开始滴滴隆，刹车动不掉，明明就应该是红灯的状况下，他直接改转波龙出了路况了不？还加速哦，然后把机车全部撞倒，结果连撞了29台机车，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同样撞到一台脚踏车，而这个脚踏车的高龄驾驶呢，我们讲骑脚踏车的阿伯，现场呢直接人就没了，而这个阿伯年纪也74岁，等于说一个76岁造成29起追撞，最后还导致一个74岁的人呢不幸的上升。结果下来的时候，大家不禁很好奇，说奇怪，三峡前一阵才发生这种事情，你到底在搞什么？怎么会连撞这么多排？来，各位，你再仔细看看刚才那个画面。他车子先开过来，其实有慢下来，对。结果呢，应该要慢的时候呢，有没有慢下来？突然间开始又加速，了。所以等他撞到机车的时候是高速撞击，才会导致这样的状况。那随后呢，包括他的儿子女儿也来到现场，跟他妈妈说，他妈妈一直在现场痛哭嘛，至少他妈妈我们讲的人还活着，可以去替后面的这些行者做负责。那呢，他就妈妈一直哭，那可恶啊，各位，可恶的是在这边。第一个，你已经造成不幸生命的丧失，对不对？那检察在跟你调查的时候呢，第一时间他说我要踩刹车，不小心踩到油门。好，照而如果你这样讲的话，那符合我们一般来的经验惯例，也就是你车子加速，这个叫做其来有自。而且呢，我们讲很多这种长辈啊，在驾驶这种车的状况下，对于判定呢，都会有所谓的不清的状况，所以真的有可能是你可能2脚开车。你以前习惯离合器有3个，然后你最后呢不小心把油门当作刹车，用力的补下去，但是后续他竟然干嘛？他又改了他的说辞，对，他看完他不是说我要踩刹车，我误踩成油门吗？对，所以我讲，你本来以为他哭成一塌糊涂有悔意，那第一时间承认有悔意，就后面马上改口说没有啦，可能是刹车失灵了，来照。又是车的问题，回来之后会出大事，为什么？代表你饭后态度不佳嘛，你就作伪证嘛，因为你很清楚自己知道自己在干嘛。但你后面说我刹车失灵，那我就请问一下，你刹车失灵应该是你踩刹车没反应吧？那你按照车子惯人的动性，它会慢慢的越来越慢，顶多是嘣亲到屁股一下，怎么会后续还变加速呢？那怎么会说？你看儿子也说妈妈当时有看到红灯啦，可能刹车无法作动导致爆冲，所以很显然这是律师介入了。对，等于说律师介入之后，你为了要卸责，开始在改口供，开始又变成是我们讲的说法。但是这一次这个警方就比较硬了，直接拍板定锚说没有酒驾，执照也正常，但是呢，疑似叫做机械操作不当。什么叫机械操作不当？就是你把油门当作刹车踩最后导致的代价不是自己的生命，就是其他人的生命。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